我们到夏洛特机场啦，现在是早上7点40分。哇，这边2排的车子我们都可以租，随便哪一台车都可以开。我们先开这一台。到了，我们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康加里国家公园啦，这是我们第41个国家公园。然后那边有一只猫头鹰的一个 mark 在旁边。哇，到游客中心的路上有看到它有2只蜘蛛结了很漂亮的蜘蛛网。哇，它的蜘蛛网结得好大啊！这边就是汉普顿游客中心，它在上个世纪啊，就是一个人发起保护这个康加里这一片森林，禁止伐木的一个运动。就是因为他的努力啊，所以这个游客中心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哇，这边红叶的时候也是很漂亮，打卡成功。那这个国家公园呢，有个非常好玩的，就是这个蚊子指标。它有6个等级啊，就表示今天它蚊子的严重程度，它从那个没有蚊子到轻微，然后中等，然后严重，然后到残忍区，然后到最重的战斗区。好，目前在第3级，就是中等，所以要做好蚊子的防护。好，我们要来走这个木栈步道啦。这边是康加里国家公园里面的一个2.4迈的一个步道。然后这边主要就是可以深入这个原始的阔叶林，来看一下它这边的一些植物跟生物。哇，听说来这边可以克服昆虫恐惧，我想我应该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了，我天生怕虫。然后这边是保留美国最完整的一个低地原始阔叶林，所以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很有名又很高大的落羽山。你看这种树啊，它的特色就是它的底部啊很粗壮，然后它可以长得很高很高很高。你看这边随便一棵树都长得这么高。这一个国家公园啊，在美国国家公园里面算是比较冷门的一个国家公园。但是这个国家公园呢，它是保留了除了全美国最大面积的低地原始阔叶林之外啊，它最有特色的就是晚上啊，大概在每年5月中到6月中的时候，就是它的萤火虫的灯啊，会全部同时亮起来，然后又同时灭掉，就是成千上万的萤火虫的灯是同时闪烁的。哇，这想起来就很壮观。那我们这次刚好错过了，不过也好啊，游客也比较少。这个木栈道啊，它会有一个抬高的设计，所以走在这里面就比较不会怕说那个昆虫啊会从你的身旁走过去，也算是一种预防吧。因为它这边其实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动植物生态在里面。马上就看到一条蛇。我刚才说做这种木栈道就是要怕跟这些昆虫正面冲突，马上就被我看到了。松鼠，它看起来好瘦弱，跟我们以前在其他国家公园看到的肥松鼠都不一样。啊，这边就是3号。那地图上就有写，这边就是逆的地区，在这里，第3号。哦，这个是这里的特色哎，它的英文名字叫逆，叫膝盖。啊，有些人也会把它叫做树笋。它就是这一些落叶松啊，它从根部长出来的像笋子一样的东西啊，它的作用啊，目前还没有人求证，还没有人说得清楚。不过啊，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就是在洪水来的时候，这些它可以保护这些树的根部不会被洪水冲走。哇，好特殊哦，第一次看到。这边是4号的区域啦。你看，在逆旁边啊，你看这些落羽山的板根也是长得很粗哎。哇，发现了一棵树，它上面长了好多香菇哦。哇，你看
长了这么多香菇。看这棵树上也长了好多菌类哦。这里也有，哇，这里更多。我们来到5号啦。5号这里有它的特色，就是这种像竹子一样的这个植物。这一片啊，其实以前是伐木业很兴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里常常闹洪水，所以就伐木业就终止了。然后就是那个汉普顿先生，他跳出来致力于要保护这一片那个原始阔叶林。那这边原本是那个国家保护区，是到2003年才正式成立为国家公园的，算是还蛮新的一个国家公园。它就在那个他们的首府哥伦比亚的1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还蛮方便的。这个步道它其实可以连到很多步道去，那我们现在还是先走主干道，等一下再连接去看那个湖。我们走到6号啦，它6号这边写说可以看得到啄木鸟哦。不晓得今天有没有可以看到啄木鸟的踪影？哎，它那个里面都有那个虫孵化出来了耶，这是好多哦！天哪！天哪天哪！我的那个密集恐惧症！天哪！那是什么？哇，我们到8号啦！8号是这里最著名的一个点。哇，这边的树啊，就使得康加里国家公园它拥有世界最高的落叶林，超过130英尺。它这里有很多同种类的冠军树都在这里哦，像是枫香啊，还有火炬树啊，还有各种的橡树啊，其他同种类的冠军树也都在这里。哇，我们到9号啦！哇，这个鸟叫声真的好好听哦！啊，浣熊，浣熊，快看！你在抓鱼啊？你在抓什么？你在洗衣服？浣熊，浣熊！哇哦！哇哦！哎，他抓到了，他抓到了啦！啊，你怎么那么可爱？我们现在来到11号啦。这棵树啊，就是在康加里国家公园里面最粗最大的一棵树了。哇，真的很粗哎！然后很多100年跟1000年的树种都在这里哦，都隐藏在这里哦。然后你看这些落羽杉，它其实最长可以长到1000岁哦。这里全部都你看高耸露天的树。这边再过去就会接那个威斯顿湖，我们去看看今天有没有可能可以看得到鳄鱼或是鳄龟。我们到12号的威斯顿湖啦，然后你看，真的有一只鳄鱼在游，在这里，天哪！然后刚刚有一个游客说他还是 little boy。对，哇，这边有一只鳄鱼，然后这边旁边也有鳄龟，有3只鳄龟在游泳。哇，我们双鳄目标达成！哇，我们现在来到13号啦。这边发现了2棵不同品种的树，可是长在一起。哇，2棵树都长得好高哦，2棵树抱在一起，长得这么高，它们应该是一对夫妻吧？夫妻树。14号主要就是要看这种针叶状的这种植物，然后这里的鸟叫声特别的清脆悦耳，它们叫得好用力哦，好好听哦。哇，我开始流汗了啊！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黏黏的感觉了。这里大概离佛罗里达有2个小时的车程，很近，所以湿气很重。湿气很重，温度又高，就会有这种黏黏的感觉。你看这里有一棵树，它已经倒了。你看它的根，哇！你看它的根
盘踞的这么的宽广。它这边中间会切一条那个 Scenes Trail 出去。如果你觉得走木栈道很无聊的话，这边有一条是可以实际走在森林里面的步道，那也不长，那它可以再切回去那个木栈板道回来。那我们今天因为有点热就不走了，我们再继续接木栈道走。它们从枯的树干上又长出新的树，还有蜻蜓。我们走到这个木栈步道的最后一个20号啦，它这边全程2.4迈，然后走走停停看看的话，大概2个半小时吧。这边其实还蛮常会有水灾的情况，然后它道路就会关闭，所以你刚刚我们进来开车就发现很多那个会把步道关起来的一些那个挡牌。我们要离开康加里国家公园啦！哎，这个路边有一个注意松鼠的标志。我来美国第一次看到有注意松鼠的牌子，哎，就在康加里国家公园。我们现在去看一个天使橡树，这是在网络上意外发现的点。它是一棵400多年的橡树，然后很漂亮，听说很有灵性。因为我们在康加里国家公园花的时间比较少，还有剩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就过来看看。哇，我们到啦 Angel Oak 天使橡树。哇，纪念品店 close 了，好吧，那就算了，没有缘分。哇，你看好多人来看哦。哇，在这里，在这里看到啦。哇。哇！天使橡树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约翰斯岛的天使橡树公园中心，它的存在宛若见证一段鲜活历史的纪念碑。天使橡树的分支向外延伸，覆盖面积达17200平方英尺，最长的树枝跨度也达到惊人的187英尺。有些历史学家声称它可能有1500年的历史，但大多数专家倾向于较保守的估计，将树龄推估约400到500年之间。天使橡树是很久以前的遗迹，也是一座在人为战争、自然风暴和现代发展的侵蚀中幸存下来的自然奇观。摸摸它看看，听说有很强的灵气。它已经400多年了。哇，很多人来耶，然后还有游览车专程载游客来看。这棵树一定有它独特的魅力，才会这么吸引人。天使橡树不仅仅是一棵老树，它还是一段活生生的历史，也是一个自然奇观，更是永恒之美的象征。无论它是400年还是1500年，它将会继续增长，为所有来访的人提供心灵慰藉。